大家好，我是龙儿。鸡蛋保存不用放冰箱，记住这3招，保鲜3个月，夏天也不会坏。鸡蛋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滋补佳品，它的营养价值极高。一个鸡蛋的营养价值基本上就可以保证一个人一整天的营养所需，而且鸡蛋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尤其是早上，很多人都有每天吃1个鸡蛋的习惯，因此也深受大家的喜爱。最重要的是价格也比较低廉，一般情况下1个生的鸡蛋就在5毛左右，因此很多人都会一次性购买许许多多的鸡蛋回来，以备不时之需。那么说到一下子买这么多鸡蛋，我们又该怎么保存呢？相信大部分人鸡蛋买回家之后都是将鸡蛋直接放进冰箱里面冷藏起来保存。其实鸡蛋它也有最佳储存温度，据相关研究表明，鸡蛋的最佳储存温度是2到5摄氏度。像咱们在冬天买的鸡蛋，在常温下不做任何处理，放上30天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放个10天都容易变质。而且鸡蛋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食材，如果温度过低，它容易结冰，而温度过高还容易爆开。这就是为什么鸡蛋很多人在水煮的过程中都容易把鸡蛋煮爆的原因所在了。也正因这2点，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把鸡蛋买回家之后直接放到冰箱的冷藏室里面进行冷藏保存。因为我们冷藏室的温度一般就是在5摄氏度，刚好有利于保存鸡蛋。所以说我们把鸡蛋放在冰箱里面保存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有一个弊端，就是我们买回家的鸡蛋，我们可以看到鸡蛋表壳上面其实是非常脏的，上面不仅有大量的细菌，还有一些鸡粪残留和一些比较碎一点的鸡毛粘在上面。要知道我们的鸡蛋放到冰箱里面，这样虽然鸡蛋可以被保存了，但是呢，我们的冰箱里面还有其他的食物，比如说瓜果、蔬菜，还有一些剩菜、剩饭。而有一些家庭在保存这些食材的时候，根本没有用保鲜膜包起来。就算是用保鲜膜包起来之后啊，那么里面也会产生大量的异味。更何况我们的鸡蛋表面这么脏，还有大量的细菌和鸡粪残留，这样一来，对冰箱里面的其他食材就造成了污染。长此以往，像这样的食材吃了，对人体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说，我们把鸡蛋放在冰箱里面，这样是不对的，不建议大家这样做。那么就有朋友说了，我在鸡蛋买回家之后，是先用水把鸡蛋洗干净了之后再放进去的。但是你知道吗？咱们的鸡蛋啊，它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眼睛看不见的小孔，而这些小孔就是我们鸡蛋的呼吸孔。当我们把它用水清洗干净过后，把表面的脏东西虽然也已经清洗干净了，同时呢，把鸡蛋表面的一层保护膜也给冲刷到没有了。这个时候的鸡蛋就非常的脆弱，那么像一些细菌就特别容易入侵到鸡蛋的内部。这样一来，鸡蛋不但不能够被很好的保存，反而加速了鸡蛋的变坏程度。所以说啊，很多人认为把鸡蛋洗干净了之后放进冰箱里面，虽然说冰箱里的环境得到了维护，但是我们的鸡蛋反而不容易被保存了。因此大家要注意，保存的鸡蛋千万不可提早沾水将它清洗干净哦。其实我们的鸡蛋想要保存很长的时间，根本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像在以前咱们农村里面也没有冰箱，但是呢，鸡蛋依然可以保持几个月的时间不变质。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鸡蛋放到这种的鸡蛋托里面，这个鸡蛋托它是有一个一个的鸡蛋形状的，并且呢，鸡蛋托是用纸做成的，这种纸特别的厚实，吸水性也非常的强。把我们的鸡蛋摆放在里面，不仅可以保持每一个鸡蛋之间的距离，更好的把鸡蛋保护起来，同时还可以吸收多余的水汽，让鸡蛋保持一个干燥、干爽的环境。这样一来，鸡蛋就可以更好的被保存了。其实这个方法除了可以在家里面用之外，像我们平时去逛超市，或者是卖鸡蛋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将鸡蛋放在鸡蛋托里面，叠放在一起，保存很长的时间，鸡蛋都不会坏。虽然说这个方法非常的实用，但是也要注意，咱们的鸡蛋它其实两头的大小都不一样。我们拿起一个鸡蛋，可以观察到鸡蛋的一头比较小，而另一头则比较大，比较圆润，小的这一头看起来比较尖一点。所以说呢，我们在放进鸡蛋托里面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并不是随意乱放哦。像我们鸡蛋尖头的这一处朝向放就不对了，而正确的做法是尖头朝下，大头朝上，这样来摆放才是正确的。这是因为我们的鸡蛋也需要呼吸，如果把鸡蛋的方向搞反了，那么这样一来鸡蛋更容易变质。不要问我为什么，不信的话你试一试就知道了。所有的鸡蛋全部摆放好后，我们再在上面放上一层鸡蛋托，这样就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了。最后再用绳子这样将它固定绑起来。长时间吃不了的鸡蛋，我们这样包好后，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保存就可以了。那么如果家里面只有一个鸡蛋托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家里面孩子没有做完的练习册或者是试卷，将它铺在鸡蛋的表面，再用绳子将它系起来，依然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就可以了，效果是一样的。第三种保存方法，很多人在保存鸡蛋的时候啊，还喜欢把它放到大米或者是小米里面来进行保存。其实虽然这种方法可以把我们的鸡蛋保存得非常的好，也可以保持几个月的时间不变质，但是呢，这样一来对我们的大米就造成了污染。毕竟嘛，我们的鸡蛋上面它是非常脏的，还有各种的细菌，细菌的数量也非常的多，甚至还有鸡粪残留。所以说呢，鸡蛋被保存了的同时，咱们的大米也被浪费掉了。保存过鸡蛋的大米那就不能再吃了。所以说呢，这是非常浪费的，也不提倡大家用大米或者是小米来保存鸡蛋。如果真要保存鸡蛋的话，可以用刚才给大家分享的，用我们购买鸡蛋的时候自带的这种纸壳来保存，或者是用家里面打完米的米糠或者是麦麸子来进行保存。当然呢，像咱们的米糠、麦麸子，基本上在农村里面自己家的稻谷拿出去打米之后才会有，所以说呢，平时住在城里面的朋友，一般情况下都没有这种麦麸子。因此呢，这种方法也不建议大家用来保存鸡蛋，毕竟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除此之外，也不建议大家把鸡蛋放到塑料袋里面进行保存。塑料袋它不透气，把鸡蛋放在里面的话，尤其是天气炎热的时候，里面就会出现大量的水汽，这样无形于把鸡蛋放在水里面浸泡。2-3天后，你就会发现鸡蛋的表壳开始出现发霉、变黑的情况。当你将鸡蛋敲碎打开后，里面的鸡蛋白和蛋黄也都变质变坏了。那么咱们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了怎么来保存鸡蛋的一些方法，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但是这里我有必要提醒大家，鸡蛋呢，它是吃的越新鲜越好。现在呢，基本上我们随吃随买都能买得到，而且鸡蛋的价格它的波动也不大，所以说呢，我们尽量是控制在随吃随买，一次不要买太多，不然的话导致变质，引起浪费，这样就不好了。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个赞哦。我是龙儿，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